嗨，大家好，这里是雕龙小记。道克兰就是现在的程序屋，也就是这一行。以前叫做道克兰，现在叫程序屋，但是两者都能打开。道克兰，所以随便你怎么称呼，它就是这一栏。前2天了解到一个有关它的非常有用的命令，所以就准备结合道克兰的其他功能做一期视频。但有关道克兰的功能实在太简单了，所以我会将整个视频节奏控制得很快，大家就把它当做一个加长版的 GF 图就是了。这里分享一下我的个人博客老郭种树，这是我的大本营，内容更加丰富，我的编程笔记、建站和当站长的分享，从小白开始做视频的过程及经验教训，赚钱案例等等这些。默认的道克兰上有2条线，按照官方的解释，这条线的右侧是放文件或者文件夹，这条线和这条线之间是用来存放最近打开的应用，然后这边就是放应用程序。整个道克兰除了最左边的反达和最右边的废纸楼不能移除掉，其他的都能被移除。当然，正在打开中的应用是不能被移除的，就算出现了移除2个字，还是不能，需要退出以后才能移除。能移除当然也能添加，道克兰上可以添加应用，选择一个应用程序，然后拖进来就是了。也可以添加文件或者文件夹，但是只能放在这条线的右侧。可以在反达中这样子添加到程序屋，也可以直接拖过来。这2个是文件夹，也可以添加文件，比如我添加一张图片。再来分享前2天学到的有关道克兰的命令，因为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将不常用的应用程序或者其他东西放在道克兰上，所以道克兰越干净越简洁越好。平时我都是通过手动的方式将这应用程序移除掉，其实通过命令的方式感觉更有意思更好。然后这个命令的意思是只保留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这些没有被打开和这些文件夹文件都可以将它去掉。可以试一下回车，是不是干净很多了？然后有关它的其他用法基本上都在道克兰设置中。这是改变道克兰的大小，勾上它我们选择应用程序时会有放大的效果，然后也可以控制这个放大效果的大小，当然这里不能小于它，小于它就不行了。然后这是控制道克兰的显示位置，现在是底部，然后去左边去右边。这个最小化窗口时使用神奇效果和缩放效果，现在是神奇效果，看一下，这是最小化，修改一下缩放效果，最小化其实就是一个效果。打开文稿时首选标签页，其实这里的重点是标签页3个字。文稿打开时有点类似反达，有2种情况，以窗口的形式另外再打开一个反达窗口 Command 加 N， 也可以通过标签页的形式打开一个反达，在新的标签页中打开。文稿也是一样，就是在这里设置的，它有3个设置选项，这2个选项的设置效果其实是一样的，可以先看一下。新建一个文稿，然后现在我的设置是在全屏幕视图下看这个文稿是以何种形式打开，是以窗口的形式还是以标签页的形式。新建的文稿是以窗口的形式存在，然后我来修改一下，改成手动，再创建一个文稿。看这一种设置选项时，打开的文稿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打开，还是窗口。然后我来修改一下这个设置选项，改成时钟，看是窗口还是标签页。已经是标签页的形式打开了，这是未命名3，这是未命名4。接下来是这一个设置选项，连按窗口标题栏是缩放还是最小化，现在默认是缩放，我来双击一下，双击果然是缩放了，再双击，现在我将它修改成最小化，再双击就最小化到道克兰了。如果这个勾取消掉的话，双击就不会有任何效果，双击。再来看这个选项，将窗口最小化，现在默认不勾上时最小化是这样的，然后我将它勾上，看一下最小化是什么样的，勾上
最小化，这就是两者的区别。接下来弹跳打开应用程序，默认勾上时打开应用程序是有一个弹跳的效果，有点类似加载时的等待转圈一样。现在默认是打开弹跳效果，看这个弹跳，我将它关了，再打开这个应用，没有这个弹跳效果。接下来是自动显示和隐藏程序坞，先勾上，这个程序坞就隐藏了，当鼠标放上去时就会出现，离开时就会隐藏。为打开的应用程序显示指示灯，就是这个小黑点，当应用程序打开时会有这个小黑点，如果有强迫症的话是可以取消掉的。这个设置选项是去年10.14推出的，根据字面的意思我以为很简单，去看官方的解释，我觉得我的理解也没错，在程序坞的一端显示最近打开的应用，结果怎么设置和尝试都不对，它既不是保留最近使用的3个应用程序，也不是最近关闭的应用程序，所以是关闭不是退出，所以后面真的是一言难尽。我不断的搜索和查资料，还是没搞懂这个设置选项的用法。倒是我发现了一篇有关道可朗的终端设置，也算意外之喜。等会我会将这篇参考文章放在视频的下方。先来看搜索到的这几个命令吧。第一个命令，在应用程序这一块添加一个空白符，可以看一下效果，粘贴，确认。这里多了一个空白区域，当然也可以移除掉，然后也可以在这边添加一个空白符，也就是专门放文件或者文件夹以及最小化的。看一下效果，就这样。然后第三个命令是将最近打开的应用程序添加在道可朗上，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挺有意思的。回车，刚才这个命令添加的在这里，右键也有一些设置选项，刚才这个命令设置在右边，现在也可以设置到左边。这个命令回车，在这里可以移过来，还移不过来，我将它去掉，再移。看起来这个命令挺有意思的，这两个命令对一些人可能有需求。这个空白符也是可以换位置的。以上就是整个视频的内容。当时最开始做的时候感觉挺简单的，结果因为各种原因，还有这个设置选项零零散散的，导致整个视频花了很长时间。上一个视频还是6天前了。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用，记得点赞支持我一下。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订阅或者关注我的频道，雕龙小记。好的，拜拜。